西城面临到了史上最重的罚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带您快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个最新的一个判例，那是在中国最大的一个旅游线上平台西城，相信很多人到中国去啊，利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订房的一个平台。那甚至呢，最早西城它不仅仅是让你订房，它后来呢演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系哦，包括呢你在这里订机票、订车票、订你的酒店，然后甚至订你的旅游行程。那这个西城呢，也最早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呢这个酒店啊，这个旅行社啊，把它的一个这个行程放上来。现在它开始上下游的一个供应链的整合，它去投资它的上游，它去投资航空公司，它去投资旅行社，它去投资酒店。然后呢，你也看到了，它继续往下延伸，可能它也投资了一些这个租车的平台等等哦，上下游的一个整合。所以现在呢，它在中国市场当中，它应该是第1名的市场。它的市占率呢，我们看到了几个数字，有人说它就是50%以上，甚至我看到了一个数字呢，帮它一个初步估计啊，是在中国的一个这个银行端帮它估计它的一个市占率高达70%哦，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平台，而且几乎一面倒的大家都在它当中。那这个旅游平台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它会强者恒强，大者恒大，因为你在这里可以找到最多的商品、最多的酒店、最多的机票。那我当然在这里用哦，那也是一个习惯性的，所以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那它大到它被反垄断调查了。好，最近的一个判例就是这样的。其实从今年1月份开始呢，你就看到中国政府说我要开始调查你。好了，那最近呢，调查结果出来呢，它被重罚了。我们来看啊，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主管机关呢，给他2个理由，说他垄断。好，第一个呢，他说你去跟饭店独家合作，那当然如果是这个两情相悦就没问题嘛，饭店也很爱跟你合作，那没问题。问题是啊，这个饭店啊，这个怨声载道。说你跟我这个规定，我只能跟你独家合作，我不能去跟别人合作。那这个不能跟其他平台合作，还包括我饭店自己在自己的网络上，我的官方网站我都不可以耶，那哪有这种事啊？所以饭店呢就觉得，哎呀，那我好像有一点被胁迫，我被迫跟你合作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要求你要跟他合作，你一定得要全网最低价，你在其他平台当中都不能卖的比我贵，我一定要最便宜。好，那你利用你好大的一个这个平台的一个势力，你强迫人家做这件事情，所以呢，现在呢，中国主管机关就说你这叫垄断，我要开罚。好，那开罚多少呢？这个很重哈。首先，他罚人民币35.2亿元。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没收他的不法所得高达16.5亿，这2个相加呢，高达51.7亿人民币哦。哇，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重的罚则。那你肯定要问我说，不会啊，之前那个阿里巴巴被罚更多钱啊，这就是重点来了哦。它被罚的一个比例原则来讲，它是最重的哦。好，怎么说呢？中国有一条法律，他说你要去罚这个反垄断法当中的罚则，最高的一个上限呢，就是这家企业它在上一个年度它的销售总额的1/10，那个叫做罚款的最上限。好，那于是乎呢，你不能这个每一个不同的企业量体不一样嘛。阿里巴巴当年它被罚了182.2亿，一样是反垄断法，它被罚182亿哦。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 total 呢，这个西城被罚51.7亿，但是51.7亿是什么概念？它是7.5%。上一个年度的销售总额，而阿里巴巴当年被罚虽然是180多亿，但是呢，它比它上一个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只有3%，一个是7.5%。一个3%，所以你就知道了哦，这一次真的罚得很重哦。而且呢，之前阿里巴巴就是罚金，他没有要你缴出那个非法所得，这一次呢，他还要没收这个西城的这个违法所得，所以你就知道了哦，这次真的是杀鸡儆猴。好，那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细细来讲。中国的官方媒体就分析了，他说为什么这一次啊，西城一定要被重惩罚？因为呢，他用上了现在最新的一些手法哦。
在垄断。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变得很快，与时俱进，科技日新月异，所以呢，你很难去用一套法律，然后过去定的法律来管现在的很新型的垄断手法。好，那他就讲了，他说西城呢用上了很多新型的垄断手法，说它复合式哦。好，比如说他用上了他的流量。现在这个网络平台流量是王啊，对吧？流量如何变现？他用他的流量在胁迫这些跟他合作的店家。怎么说呢？刚刚我们不是讲到了，他用2条，一个是他去跟这个饭店独家合作，另外一个呢，他要求跟他合作都要全网最低价。好，那他怎么样胁迫人家呢？他看到了饭店，你要跟我独家合作，你去跟别人合作，我会抓到你的。他在网络上网络搜寻，他只要一抓到你跟别人合作，我马上用流量啊，我就降你的流量，降你的触及，你的饭店就没有人去了。你的饭店呢，大家就从西城当中，我就再也搜寻不到你。我要特地去搜寻，因为你去看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旅游平台，它都会推荐你，对吧？它就会推荐到最上头，这个置顶，然后最推荐的价格最优惠的。我们通常去订旅程，你都喜欢找那个 CP 值性价比最高的，对吧？他就把你降流量，即便你再便宜，但他把你都刷到好后面哦，人家怎么样都不会看到你。所以你就是自然而然你就生意不好，谁叫你不听我话，对吧？另外一个呢，他是要求你全网最低价。好了，那他还检查哦，他不是说我自己说好我给你全网最低价，然后他都没有管你，不，他在网络上到处搜，他只要一发现，你居然给我的价格比你在别人那个地方上架的要来得贵的话，他们有一个调价小帮手的一个功用啊，它自动帮你往下调。还有这种事啊？就我在你这个地方上架卖我的一个这个饭店的一个这个晚上的一个这个过夜的一个费用，居然它会自动帮你调价哦。他看到你很贵了，对不对？我就把你往下调。居然呢有个例子是，本来一个晚上啊，这个酒店一个晚上过夜是300人民币，他把它调到100。因为他说我觉得你贵了，我说你贵你就贵，所以我自动把你往下调。那你对饭店来讲不是，那是我每个晚上我要卖多少钱，你自己把我往下调，哪怎么行啊？所以呢，他们就说了，这个西城呢利用他的一个这个技术能力哦，居然呢就用他的技术在胁迫这些店家。所以呢，这次主管机关就说你是一个技术作恶。居然用作恶这2个字来形容，所以你真的很可恶啊！所以呢，这次一定要重判重罚。好，那再来呢，就是以前你也很少看到法律在规定什么流量啊，怎么样从中啊，这边给你这个动手动脚啊，这些事情呢，你很难找到一条法律来规范什么流量在当中给你怎么样做东做西哦。但这回呢，这次的重罚开创性的意义啊，就是在告诉大家这种。从流量当中动手脚，我也在监视，我也要管，我会开罚。所以呢，以后就不准大家再用这种流量去胁迫人家的方式。那当然呢，西城这次被罚了，那他以后呢，可能要重新的思考一下，跟这些合作店家怎么样，有新的一些合作方式了哦。好，那你说这西城是唯一一个用这种流量啊，用这种大数据啊、作恶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吗？那也不是啊。跟它同样的一个类型的竞争者，在国际间 Booking.com 大家也这个非常耳熟能详吧 ？Booking.com 呢，一样在这个欧盟也被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来挑战跟质疑。欧盟也有好几个国家也对它开罚。一样的，跟西城一样的这种线上旅游平台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希望在我这里上架的价钱一定要最便宜嘛，所以我都去要求我的这些店家呀。那我们刚刚讲到，它就是一个大者恒大的系统啊，我就是有最多的店家跟我合作，那消费者自然会到我这个地方来这个订这些行程嘛，订这些酒店的一个这个过夜嘛。那所以呢，你就知道啦，那他一定就是我为了要求我是最便宜，我就用流量动手脚。Booking.com 用过同样一招，你不给我最好的价钱，我就降你的一个流量嘛，我就降你的触及，我就不把消费者导引到你们家的酒店去了嘛。所以呢，欧盟像西班牙也对它开罚 ，Booking.com 现在也不敢了。那当然，私下知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反正表面上他就说我没有了嘛。那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些透过大数据动手脚的一些店家。
都现在被欧盟盯上，或者是国际间都要对他们开罚，还包括了我们台湾的华硕啊，卖电脑的，荷兰的飞利浦啊，他们也都是类似的，在网络上透过大数据，然后去跟他们的合家呢，这个合作的店家呢，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一些要求哦，那这些呢都有被裁罚的一些案例。好，那我们说回来，这个旅游平台看到西城，那你说？这一次呢，西城被罚得这么重哦，被罚了51.7亿人民币哦，对他来讲会伤筋动骨吗？啊，那不至于，人家很赚钱哈。所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西城呢，其实他在1999年那个时候有4个这个。好朋友一起创业的哦，大家称他们叫西城四公子哦。好，那他们四君子哦。好，那这4个人呢，其实陆陆续续现在都已经退出了这个西城啊这个主要的一个董事会了哦。那大家很好奇说，你们是落跑吗？赚一票落跑吗？好，其实不是，是最近啊西城才刚刚从这个印度市场啊大捞一票回来，所以呢可以非常充分的付掉这批罚金啊，还有赚了哈。好，那他们也很难得哦，在印度要能够这个成功这个退下来，还可以把钱拿回来哦，那也是不简单。小米要跟他们学习一下。好，我们来看到他们在这个印度，他们其实是在10年前投资了印度的一个线上旅游平台。好，那这个线上旅游平台呢，当年投的跟他们最近啊成功的把他们的股权卖掉。变现套现回来，套了多少？套了170亿人民币回来。所以我们刚刚讲他被罚多少？50多亿嘛，对吧？他是这个赚了170亿，哎，还好啦。他们这笔投资呢，总共赚了15倍，很好赚，对吧？那他们也很成功的把钱给拿回来，所以呢，他要付掉这个罚金呢是没问题的。只是呢，他接下来要这个开始转型的是，那如果说他们过去的那个方式跟他的合作店家合作是不行的话，未来用什么样的新式的一个方式来继续合作？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西城，因为它也在美国的这个美股当中是有挂牌 IPO 的一个这个上市的一个股票哦，所以呢，他也讲了，他说他接下来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发展方向呢，他认为中国的观光市场大有可为，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的创办人就说，未来5年他们要投入150亿人民币干嘛？宣传中国的观光，他们觉得中国有非常多观光景点，非常值得外国人来玩。他们希望可以去宣传中国的观光的一些这个特殊之处啊，去把国际的旅客引进中国，让他的一个这个能够再倍增啊，他的一个营收。那他希望可以达到的是可以吸引2亿的国际观光客到中国来玩。好，那当然这是未来的愿景了，但当下他现在立刻要做出的转变就是他的一个经营方式了。过去那套不行了，你不能再用流量，不能再用大数据去绑架你的这些合作店家了。那合作店家呢，有没有可能流到现在其他的竞争平台？比如说呢，第二，目前全中国第1名就西城，第2名同城，但很妙的是西城呢，它拥有同城的股份啊，所以他们基本来讲应该算同一家。好，那第3名叫去哪儿？那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些国际的一些，比如说你会说，奇怪，怎么都没听到这个阿里系，对不对啊？美团呢，有没有啊？这个其他的呢，怎么都没听到哦？他们也有，但他们就做的比较小。那有没有可能在西城这一次呢被罚了？这个他让出了一些这个市场份额，让出了一些，放松了一些他的合作店家。合作店家有没有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平台合作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其他的平台，在这一次啊，这个西城落难啊，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急起直追？我们可以观察。但是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哦，在现在的 AI 时代，这个西城这样的一个大家这个订房啊，或者是订机票的一个方式啊，在未来如果有 AI 代理人的年代，会不会跳过这个西城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大家可能很值得好好聊聊哦。因为呢，西城现在也在发展 AI， 就因为他非常非常担忧自己呢未来在 AI 代理人的一个这个年代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 AI agent 的话。他根本不需要西城啊，他直接就跳过这个西城，我直接去跟这个航空公司订机票，我直接去跟酒店订过夜的一个这个行程的话，我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平台呢，是方便我们消费者，方便我们人的消费者。我想要在这样同一个平台当中订机票、订饭店、租车、订车票，但是呢，以后如果对于 AI agent 来讲，它不麻烦呢，它就是
token 啊，它可以这个整个半夜到处去航空公司帮你搜一圈啊，它一点都不麻烦，它就去啊，它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平台帮他把资讯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你西城还有今天的荣景吗？那就是打上一个大问号。那当然呢，这些旅游平台也都知道这件事情，知道 AI 是它终极的威胁，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希望可以往 AI 的方式来迈进了。那当然呢，未来的时代会有什么样演变，我们真的不知道。AI 呢会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便利？我们也不清楚它会怎么样运作。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线上旅游平台，它的未来呢，其实面临非常多的一些变数。不过呢，现在当前西城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全新的合作方式跟他的合作伙伴了。好，这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主管机关对西城开罚那对于接下来的一些很可能的影响跟大家做分析了。希望你喜欢这些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